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由史蒂芬·科维所著的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这本书。当在人生的终点时，如果回顾这一生，很少有人会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工作，或者多看一些电视节目。毫无疑问，人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最关心的往往是与家人的回忆与陪伴。这本书特别适合以下几类人：一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人；二、渴望成长并完善自我的人；三、希望培养更好生活习惯的人。作者史蒂芬先生曾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本书介绍的7个改变人生的习惯，希望能为您的成长之路带来新的启发。首先是第一个习惯，主动积极。这个习惯强调培养正确的自我责任感，倡导自责思维而非他责思维。自责思维意味着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，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而他责思维则将控制权交给他人或外部环境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您因为淋雨而感冒了，他责思维的人可能会认为，是因为天气的不好导致了我的感冒，但天气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。相反，自责思维的人会这样思考：因为我没有提前查看天气预报，或者最近我的睡眠不足导致了免疫力下降。通过这样的思维，你会意识到自己可以采取措施来避免问题，比如准备折叠伞或去改善睡眠的质量，从而主动掌控自己的健康。自责思维的核心在于将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浪费在抱怨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上。作者将问题分为了3类：一、可以直接控制的问题，依靠自身行动解决；二、可以间接控制的问题，通过影响他人或环境来处理；三、无法控制的问题，完全超出了我们掌控的范围。对于无法控制的事情，作者建议我们带着微笑去接受它，保持平和的心态面对。这种态度不仅能减少无谓的消耗，还能让我们更专注于那些可以改善的方面。接下来是第2个习惯，以终为始。这个习惯强调选择人生的价值观和明确目标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站在人生的终点，您的葬礼上，您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会如何评价您呢？例如，作为一名企业家，您或许希望他们赞扬您不仅事业有成，还关心家庭与社会。这些期望反映出您内心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。拥有主动积极的心态之后，您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剧本，即使偶尔偏离了计划，也能像飞机那样，通过调整航向，最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及时反馈和调整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步骤，它让我们能够不断朝着设定的方向前进。作者建议为自己制定一份个人宪法，明确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，以及您的核心价值观。这种宪法就像人生的指南针，能帮助您在各种选择中保持清晰的方向。例如，目标：让家人幸福，让同事快乐；原则：立即行动，坚持到底，不达目标不罢休。一旦有了清晰的目标和原则，您就能在面对挑战时不轻言放弃，并不断地调整自己，以确保朝着理想的人生迈进。接下来是第3个习惯，要事第一。这个习惯强调我们要按照价值观生活，优先处理那些真正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被行动的紧急性和重要性所驱动，重要的事情能够让您更接近目标，比如规划职业发展或健康管理；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容易打乱计划，比如接听推销电话。如果不能有效区分这些优先级，我们就会陷入琐事的消耗，失去专注于真正重要事物的时间。许多人忙于90%的紧急事务，最终疲惫不堪，而剩下的10%的时间则用在玩手机或打游戏上。作者提醒我们，紧急的事不一定重要，高效生活的关键在于将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自我投资、健康管理或长期规划。这些事虽然不紧急，但却至关重要。
为了专注于重要的事物，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会拒绝，即使一些任务看起来很紧急，也需要勇敢地说不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还需要懂得合理委派任务。我们有2种选择：自己完成和交给他人处理。然而，很多人因为会觉得自己做起来更快，而不愿委派任务。但实际上，高效委派能显著地提升效率。委派任务主要有2种方式：一、跑腿式委派，对每个步骤进行详细指导，这种方式耗费时间和精力，效率较低。2、全面委托，只关注结果，不干涉过程，让对方自行选择方法，并对最终结果负责。在公司管理中，全面委托更有助于员工的快速成长，因为它重视结果胜于过程。通过赋予自由和责任，员工能够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并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以腹肌训练为例，有的人每天做30次腹肌训练，有的人则做300次。虽然都付出了努力，但两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这说明，选择合适的方式并对结果负责，远比盲目的努力更重要。因此，全面委托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潜力，最终实现更好的结果。接下来是第4个习惯：双赢思维。双赢思维指的是在所有人际关系中，努力寻找能让双方都受益的解决方案。无论是做决策还是解决问题，我们都应追求一种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。然而，现实中人们常因追求效率而妥协，或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，从而忽视了双赢的可能性。作者强调，相信存在第3种方案是关键。这种方案既不是我方的方式，也不是对方的方式，而是一个超越双方期望的更优解。双赢思维的核心在于，相信所有人都能受益的解决方法是存在的，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当然，现实中并非每一次谈判都能立刻找到双赢的方案。作者建议，在无法达成双赢的情况下，可以选择暂不达成协议。这并非失败，而是一种成熟的策略，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和方案出现。双赢思维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更是一种积极构建关系的理念，让双方在合作中找到共赢的机会。接下来是第5个习惯：先理解对方，再求被理解。这个习惯强调，在与他人沟通时，应集中精力理解对方，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许多人在听别人讲话时，并非真正在倾听，而是忙于思考如何回应。作者将倾听分成5个层次：一、忽视式倾听，完全不听对方讲话；二、敷衍式倾听，口头上在回应，但实际上并没有用心听；三、选择性倾听，只听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，常见于与儿童的对话中；四、专注倾听，集中注意力，认真听取对方的讲话；五、共情式倾听，站在对方的立场，设身处地的倾听。共情式倾听是最高层次的倾听，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真正的理解。只有当对方觉得自己被理解时，才会愿意理解我们。因此，倾听时必须克制自己，不急于评判或提出建议。这个习惯是实现合作与建立信任的基础，也是迈向双赢的第一步。但作者提醒我们，第5个习惯往往是最难掌握的，特别是在我们缺乏精力或心情烦乱时，很容易急于反应。此外，如果没有扎实掌握前3个习惯，共情倾听可能会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先巩固内在的自我管理习惯，才能真正的理解他人。接下来是第6个习惯：创造协同效应。协同效应的核心在于，整体的价值大于部分之和，即1+1大于2。这意味着，我们要找到超越分歧和个人利益的第3种方案，从而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。协同效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，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并将其视为优势，发挥出自身的优势。同时，通过合作
弥补自己的不足。最后是第7个习惯，磨练自我。磨练自我意味着不断保持自身的价值，实现持续的成长与成功。它要求我们在身体、精神、智力和社会4个方面进行平衡的发展。必须削减那些紧急但不重要，或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琐事，将时间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自我投资中。磨练自我被视为对人生的最大投资，帮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实现真正的成功与幸福。作者提醒我们，不要只是生活的旁观者，而要主动参与人生，通过不断投资自我，实现全面成长。总结来说，只有通过不断磨练自我，我们才能从容应对生活的挑战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，享受更加幸福和成功的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